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城市中心惊现天坑，所有的建筑物和人都掉进了地底下，画面惨绝人寰。当然，这类电影基本上都被归为灾难科幻片，因为它听上去就与现实生活遥不可及。然而，活久见的梗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看似不可能出现的天坑，真就变成了现实。它会随机出现在某个地方，有可能是住房土地，又或者在大马路上，甚至会出现在游泳池里面。2022年7月21日，以色列特拉维夫东南40公里处的卡米约瑟夫镇发现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某老板包下了一栋别墅，和员工们一起举办派对，现场至少有50人参加。可没想到的是，好好的聚会成为了所有人的噩梦。在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发时派对才刚刚开始，泳池旁边已经很热闹了。可突然之间，泳池的地板裂开了，出现了一个大窟窿，而且在短短几秒钟内，水位突然下降，吸走了大部分池水。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没能站稳，好在旁边有人拉了他一把，不然整个人就要滑进去了。其实一开始大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些人还以为只是起浪了，在听见有人大声喊着离开泳池时，甚至还误以为是要准备什么新的活动。而我们光看视频也可能感受不到水速，但大家注意一下水面上面的那些救生圈，速度是真的特别快，巨大的漩涡来势汹汹，也就是在短短几秒钟内卷走了所有的东西。很快，当地警方和消防队赶到了现场，根据目击者的报告，有2个人已经被吸了进去。好在当时泳池里面的人还不算多，不然受害者绝对不止这些。另一边，由于担心天坑会出现2次坍塌，救援工作显得异常棘手。不过好在其中一名受害者就在天坑附近，他设法爬了出来，所幸只是轻微受伤。至于另外一位失踪的受害者基尔金米，只能说是凶多吉少了。为了防止天坑再次坍塌，泳池底部的碎片掉落在救援人员的身上，他们构建了一个支撑系统。根据初步推测，与天坑隧道相连的其他隧道也将面临坍塌的风险，这确实给搜救工作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可悲的是，基尔已经被吸入房子下面的地底隧道了。最后，有几名救援人员绑了安全绳，来到了地下深处进行搜救。终于，他们花了4个小时，在一条将近15米的隧道尽头找到了基尔的尸体。根据警方调查，这座别墅专门就是租给顾客举办派对用的，游泳池也不是刚建造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另外，由于这房子的地基距离一个地下洞穴只有不到50米，所以按照规定上面是不能建造泳池的。可屋主在没有得到许可证的情况下，就擅自建造了游泳池，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因此，屋主夫妇也被指控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事后，这起事故在以色列引起了巨大的讨论。有些比较迷信的人认为，这肯定是上天的惩罚，否则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天坑呢？而且还是在泳池这种非常奇怪的地方。其实天坑可以以多种方式出现，通常是由于地下水不断的冲刷陆地的岩石，日积月累出现了松动，留下了一个大窟窿。还有一种则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就比如地下水的抽取、建筑改造等等，都会改变地底下的自然结构和排水模式。而在这起事故当中，很明显就是违章建造留下了祸根。那话说，泳池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天坑，离谱指数你能给到几颗星呢？怕是超越了许多惊悚片的剧情吧。但如果要说自然天坑这事儿的话，那就不得不提到危地马拉这座城市了，因为在那里出现天坑的频率是相当的高。虽说没有1年1次，但3年来个2次这样的高频率，也足够让所有的居民都担惊受怕。因为谁知道早上出门还好好的，会不会下班回家就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没了？又或者你在自己家里好好躺着，就突然命丧黄泉了呢？2007年2月23日，危地马拉东北部的一个贫困社区因排水管道破裂，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在地底塌陷时形成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圆形洞。这个洞可不得了，不仅形状看起来规则，而且还相当的大，直径约为18米，深度至少达到了100米。天坑吞噬了10几座房屋，造成了3人死亡，1000多人被疏散。根据资料显示，该天坑是用地下水道的液体侵蚀了地底下尚未交结的火山灰、石灰石和其他火山碎屑沉积物导致的。由于老化的下水道系统没有得到及时维护，相关部门并未重视这一问题，进而日积月累发生了管道故障。事后，警方在天坑附近方圆460米的地方建立了禁区。危地马拉政府为了解决问题，花费了270万美元，用水泥、石灰石和水制成了土壤水泥混合物，填平了这个天坑，而且还将该地区的排水管道改造。可根据专业人士透露，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会继续侵蚀地底下的岩石，而空气会带走填充混合物的水分，到时候天坑内部又会发生倾斜，还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后果。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过几年，危地马拉再次出现了天坑。
2010年5月30日，当时地面突然塌陷，洞口直径达到了20米，深度在90米左右。在这一场灾难当中，整个一十字路口和一座3层楼高的纺织厂被完全吞没，造成了15人遇难。不过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正值周末，工厂的人不是特别多，否则伤亡人数只会更加惨烈。以现场的航拍视角来看，照片当中的天坑圆润的就像是被劈上去一样，为此许多网友还质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但平静的路面突然出现了这么大个坑，又有多少人能够安全逃脱呢？事后想想，真是让人脊背发凉。巴勃罗·塔拉塞纳就是其中的一名幸存者。据他描述，倒塌的纺织厂就在他家的隔壁。事发时，巴勃罗正好在家看电视，可冥冥之中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异样感，就好比坐电梯的时候，电梯突然停下来，那种伴随着噪音和摇摇晃晃的感觉，搞得他心神不宁。于是他就从房子里面走出去查看情况，可没想到，只听一声轰隆巨响，整座纺织厂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瞬间下陷，包括自己刚刚走出来的房子也一同掉入了天坑，吓得巴勃罗直接瘫倒在地上，自己只要再晚一步，肯定就已经没命了。事后，警方在天坑周围驻守，防止旁边的人掉进去。与此同时，居民们开始督促政府赶紧想办法进行干预。可专家们表示，这种自然现象是无法预测的。实际上，危地马拉的地理位置和糟糕的地下排水系统就已经决定了这个城市极其容易出现天坑。通常来说，天坑是由地下河或者地下蓄水侵蚀岩石，导致地面塌陷造成的。而危地马拉的部分地面都不是处于固体的基岩之上的，而是一层松散脆弱的火山浮石。浮石和坚硬的岩石相比，那可就差远了。因此，地面塌陷的速度非常快，根本就不给人留有逃生的余地。然而，关于危地马拉的新天坑，许多人都持有不同的意见。首先，大多数地质学家都认为，这是当时的热带风暴阿加莎的作用下，雨水下渗到地下空洞，水量较大，从而形成的裂缝。其次，还有人认为是地下排水管道老化后破裂，流水侵蚀了松散的浮石，所以掏空了洞穴，导致的塌陷。最后一点就是在事发前3天，也就是5月27日，危地马拉以南大约40公里的帕卡亚火山爆发。周围地区都覆盖了浓浓的火山灰，人们担心雨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火山泥流，导致了火山灰把地下管道给撑爆了。因此，只能说这场灾难的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那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回想一下2007年的天坑事件，也是由于下水道系统故障导致的。而这接二连三的天坑事件，搞得危地马拉的居民忧心忡忡。地质环境水平差，还没有办法预测天坑的到来，那么谁又能知道下一次天坑会出现在哪个位置？居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其实严谨点来讲，危地马拉的天坑也可以被称作为城市型沉洞。本来沉洞是一种自然现象，地下水经过岩石层导致的地陷。通常来说，这种沉洞的规模并不大，又离人类生活区域较远，所以并不当回事。但随着城市建设开始扩张，沉洞现象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危地马拉就是城市型沉洞现象的最好例子。这是一座建立在火山沉积岩上的城市，一旦地下水渗透，又或者管道破裂，它就会改变地质条件，出现沉洞塌陷。不管怎么样，危地马拉政府的当务之急还是填补天坑，避免它继续扩大。不过要想全部填满，恐怕还要等上好几年的时间，因为最棘手的问题是天坑处于贫民窟，交通非常的不便，光是运送建筑材料都慢得很，更不要谈进度了。除此之外，危地马拉政府也表示会对地下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改造。可事实上，危地马拉的某些地区城市规划条例和建筑法规都非常的拉胯，很有可能排水系统在建造初期就预示了风险的存在，更不要说日后的维护工作。更讽刺的是，早在2007年的天坑出现后，就有地质研究者组团出了一份报告，警告危地马拉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检查并维护岌岌可危的下水道系统，否则天坑还会继续出现。但政府无视了这一警告，也就不了了之了。缺钱是一方面，不够重视也是重要的原因。可既然天灾无法避免，那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把人祸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危地马拉的居民岂不是一直要活在被天坑支配的恐惧之中了？另外，从幸存者巴勃罗的视角来看，这不妥妥的灾难片主角吗？生死一瞬，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再晚一步，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只可惜，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城市，所有人都不得不面临天坑的威胁，它就像是一颗无形的定时炸弹，没有人知道会随机掉落在哪个位置，是生是死也只能随缘了。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你是危地马拉的居民，你会怎么做？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任任，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